我结婚当天，我来抢亲，带着一大群朋友踹开了礼堂门。他说要娶我，带我逃婚，却在出门不远后松开我的手，散漫地笑了。兄弟们，我又赌赢了，第100场，愿赌服输交钱。然后回头看我开个玩笑而已，你不会当真吧？你可以重新进去结。他们都笑我舔了季想10年，为了他什么都能做，可他们和季想都不知道，被抢亲只是我婚礼节目的一环。季想跟我解释这是个赌约的时候，众人已经喧嚣好一会儿了，调侃声尖锐到近乎刺穿我的耳膜。姓于的，在你身上我都不够赔的，你能不能收收你那蠢脑子？真有意思。你还真幻想着想哥会娶你啊？这种窘迫感实在太熟悉。我下意识攥紧婚纱，指尖扣得生疼。季想点了根烟，眼底浮出一抹厌弃。余念，如果你现在想的是怎么纠缠我，我劝你早点放下这种心思。调笑声跟着响，渐渐成片。往常的这个时候，我必然会委屈到崩溃大哭，追问季想为什么这样对我，但这次不一样。季想话音刚落，我转过了身，一股大力钳住我的胳膊。你干什么去？回去结婚。季想闻言一愣，片刻后戏谑地笑了。余念，论自甘下贱，还真没人比得上你。我闭了闭眼，听到这句，心脏还是不可避免颤了一下。是啊，我不管做什么，在季想眼里都是自甘下贱。婚礼前3天时，我给他寄请柬，不知道是谁把电话打到我这里，我亲耳听见了他们的赌约。有意思，这次做挺大，跟人结婚去了。有人问季想会不会是玩真的，别人先接话，怎么可能？谁不知道他非想哥不嫁，一看就是想哥有了新欢，他吃醋，估计找存在感呗。季想的新欢叫许生生，季想很喜欢他，追了很久。他拿起请柬看了眼，随意扔到地上，咯咯笑。就这种货色，我要是男人我也看不上。现场又是一众哄笑后，季想把酒放在桌上问：打个赌，来不来？又赌，那我们赢了，你跟许生生分手。季想声音瞬间冷下来，谁准你用生生做赌注的？我在电话那头听到他轻而易举把赌局设为，我会不会为了他逃婚？许生生不能用来做赌注，而我被他用来做局，赌了上百场，场上几乎人人都参与了。靠，赌这么大，逃婚这种事怎么可能啊？来，算我一个。就是啊，余念虽然是个舔狗，但我不信他这么没下限。我握着电话的手在颤，按了好多下，没按掉挂断，一滴泪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下巴砸下来，触到免提键。我慌乱按了关机，我目光呆滞地看着面前，忽而笑了出来。荒谬，可悲，这就是我和季想的感情。谁都知道我喜欢他，可谁都不知道我和季想曾在一起很久。出国留学前，季想让我等他3年，等他功成名就，一定回来娶我。可后来再见到他，他身边围着很多女人，他真的功成名就了。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对我说过什么，他的眼神令我很陌生。年轻的时候谁没做过傻事？你是来以此要挟我的吗？后来我怎样靠近也无法缩短和他的距离，我放弃了。可为什么呢？明明我已经要结婚，已经心甘情愿认输了，他就不能放过我吗？余念，你真够蠢的。我要是跟你结婚的男的进去就给你一巴掌，你不知道自己这副样子有多便宜吗？季想逮着我劈头盖脸的骂，可我觉得厌烦极了，甩开他的手。是吗？那你看看吧。走出不远，季想的声音很不耐烦。行，到时候丢了面子，别来找我哭。我头也没回。重新进礼堂时，门口爆出准备好的礼花，砰，地一声落在我头上，里面大家都在鼓掌。之前预热说有抢婚环节，我还不信，没想到是真的，有点刺激啊。好像说寓意什么来着？历经坎坷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我面无表情地重新登上婚礼步台，继续接下来的流程。有人把礼堂门关上，季想僵在原地没动，瞳孔中满是震惊。交换戒指，双方宣誓。到敬酒环节，我拿到手机，看见季想给我发了好几条消息。刚刚那一环什么意思？余念你演我，确实是我故意的。我实在倦了，再也不想当他身后那个呼之即来唤之即去的人。希望他有点分寸，适可而止。我没回消息，正准备拉黑，他的电话进来了。我挂掉，又响。没办法，我接了一个季想的声音里夹着很深的怒气。余念，给你3分钟，出来跟我好好解释。我随口答。季想，你的赌约已经结束了吧？结果你不是挺满意吗？那边深吸一口气，似在忍耐什么。我正准备挂掉，季想突然话锋一转，为了气我一次，你还挺舍得下本的。假婚礼好玩吗？假婚礼，余念，我话就撂这，今天之后你想见我都没门。季想一贯都很高傲自大，可他信不信我也不在意了。跟他纠缠那么久，我实在有点烦。我摁了摁眉心，坦言道：那最好。挂掉电话，身边突然照进来一个高大的影子，偏过头，我撞见了秦木生那张优越的脸。他靠在墙侧，身量比季想还要高一点，一身黑色西服透出莫名的压迫感。在打电话，我怔了一下，总觉得这句话隐隐透着不爽。但我跟秦木生没认识多久，结婚也是突然决定的。我还没说话，他突然俯身下来，呼吸贴近，我下意识屏住气。
一句是不是有点过快？还没出声，他从我身侧的桌面捞起一个杯子，看着我发红的耳朵笑了。庆祝一下，喝一杯齐木生选的果汁。我们就这么静静靠在婚礼台上。他突然问：你还没告诉我，你那天为什么去民政局？我酒量不好，感觉脸渐渐上了温度。我眯着眼睛想了想，就是巧合吧。但那天其实是我的生日，我已经有段时间没跟季想联系，他突然找到我说给我准备了生日惊喜。即使不信，即使我被捉弄过很多次，可我还是很不争气的想去看看。走到那个民政局附近，我突然听到头顶轰隆的响声，是一架撒花瓣的直升机。季想坐在里面，我的心脏剧烈的颤了一下。花瓣是特制的，每一片都很拔，上面写着字。我捡了一片打开，手都在抖。跟我在一起吧。同时间我的电话响了，接起来是季想，说了是惊喜吧。而我彻底呆住了，因为我展开之后看见了后面的名字许生生。季想在轰隆的噪音中大笑。余念，他答应了，你是不是应该祝我脱单快乐？那一刻我浑身冷得像冰，我听不清他后面说了什么。我想起大学时季想跟我表白，是他真心话大冒险输了，在一群女生里选了我，很不正式的场合，本该笑笑了之，可当时我想他可能只是需要时机和勇气。我答应了。那之后我们在一起4年，像每一对平凡的情侣。我看着漫天的花瓣，恍然发觉我跟季想之间连一句真诚的我喜欢你都没有。我突然觉得好累，我再怎么跟在他身后，我跟季想都不会有结果了。秦木生就是那个时候从民政局的相亲角朝我走过来的，他那张脸帅得惊人，被围得水泄不通。他求我，拜托，我真只是路过，帮忙演一下我女朋友。而一个下午后，我们直接领了证，很不真实。他说家里催婚急，而我追着季想那么久，也28了，一拍即合，没什么不好。秦木生喝完手里那杯果汁，把我扶上车，头有点晕，半路突然一个急刹，我睁开眼，看见一辆黑色越野横在我们面前，我一眼认出是季想的车。透过车窗，我看见副驾驶还坐着许生生。季想3两步下车，过来敲我的车门。秦木生只把车窗摇下来，他戴着墨镜，与季想的目光在半空中相撞。找我老婆有事？季想打量他一眼，一手支着车窗，轻佻的笑了。余念，你找的演员戏还挺全的，婚礼能办那么久，费了点功夫的吧？我抽了抽嘴角，要不是没带结婚证，我一定甩他脸上。但对于季想，我连自证的耐心都没有了。别挡路！我冷冷一句话。季想的表情微妙变了变，又很快恢复如常。生生忘记穿外套了，外面冷，把你的给他。许生生的目光朝我看过来，又不屑地偏过了头。我有点无语。季想，你都穷到这个份上了，这样的事他常做。他喜欢看我为了他吃醋难过的样子，等我真的生气了，再哄我2句。我反反复复，情绪反扑，总心存一丝侥幸，或许季想对我是不一样的。而现在，我只是冷静地捞起后座的外套，扔在季想身上。没关系，那当我送你了。这件还是大学时我和他一起买的情侣款，也确实该扔了。他认了出来，一时怔住，语气很快带上怒意。余念，闹到这里可以了吧？别过了。秦木生已经一脚油门开出去，一个弯绕过了那辆越野。片刻车停了，我才发现这不是秦木生家，是一家高奢服装店。秦木生替我拉开车门，走吧。今天吗？我也不是很缺衣服。他不动神色，别开话题。是吗？但我挺缺的，主要缺情侣款的。他大跨步进门，而我僵了好一会儿。秦木生怎么知道那件是情侣款？仔细想想，那件衣服季想根本没穿过几次。我冲到店里去，扯过秦木生，仔细看他的脸。他摸了摸下巴，我脸上有脏东西。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脑中浮起一张季想朋友圈的照片，其中一个人就是秦木生。我讶然半晌，你跟季想认识？秦木生勾起唇，模棱两可应了声，是吗？但他刚刚好像没认出来我，他戴着墨镜，确实跟平时的形象不太一样。至于我的婚礼请柬，估计季想根本没看过。秦木生弯起那双狭长的眼，明天刚好有聚会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第二天到楼下，我买东西稍微晚一点上去，在门口就听见里面有些吵闹。季想问秦木生，好久没见，最近在忙什么？结了个婚。这话一出，里面的人都炸了。季想很意外，你结婚了？开什么玩笑，你什么时候谈过恋爱？秦木生交叠着双腿，喝了口酒。你们昨天见过？昨天？季想不以为然，搞错了吧？昨天我和许生生约会，就去过酒店。再就是他顿了顿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突然闭口不谈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寂然。他拿出手机，撇开话题，你们聊。我想起有点事，我正准备推门进去，微信突然弹出消息，余念，赌约的事算我给你道歉行吗？你过来找我。这次没有许生生，既想给我道歉还是头一回，我不懂他是怎么想的，干脆关了手机。紧接着一个电话打来，几乎是同时，门外门内响起了一样的铃声。季想顺着声音看见我，眼中的光倏然一亮，可是下一秒他的脸色就变了。秦木生揽过我，在我唇角印下一个吻。介绍一下余念，我们刚刚新婚。一瞬间，在场人人面面相觑。季想握着举杯的手顿在半空中，脸色变得相当难看。我环视一圈，
发现基本都是和季想打赌的那一拨人，有点难办。我小声问秦木生：“你这算是什么朋友聚会啊？”他倒是自然而然坐下来，朝大家举起酒杯。婚礼没通知大家，希望大家祝我一生新婚快乐。他说完，把酒一饮而尽，目光挪向季想，默了半晌，陆陆续续有人祝福。喜事，当然，祝你们新婚快乐。也有些微弱的议论，不是，那想哥这玩脱了啊？什么玩脱？想哥就没喜欢过他？你不懂，你没看出来想哥现在啥表情吗？我想了想，也给自己倒了一杯酒。回想起我每次出现在这些人面前，未免都太窘迫，或是嘲弄，或是季想的贬低。我从一而终的喜欢了一个人10年，这种喜欢却让我抬不起头来。本以为今天这种场合我还会下意识的难堪，但此刻看见季想，我才发现我已经没有难堪的理由了。倒满了酒，我抬起杯子平和出声：既然都是朋友，那谢谢你们的祝福。话音刚落，季想突然站起来，一脚踹翻了一旁的桌子。他抬起眼看我，目光中的阴翳显而易见。你们什么时候的事？余孽，你 TM 耍我呢？酒杯震得一荡，我后撤一步，淡淡的笑了声。几天前的请柬不是到你手里了吗？怎么就是耍你了？操！季想一声怒骂，深喘几口气后，咬着牙看向秦木生，冷笑道：你跟他在一起，你知道他喜欢的人是谁吗？你就跟他在一起。秦木生抬起眼，两人冰冷的目光在空气中交汇。我轻轻拉了秦木生一把，我的事情还是由我解决。我先接上季想的话，既然你觉得我还喜欢你，那就把话说清楚吧。我坦白告诉你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现在你跟谁谈恋爱我都不在乎，而我喜欢谁，跟谁结婚也跟你没半点关系。我说完，拉着秦木生出门。包厢里，季想握紧了拳头，垂着头一动不动。有人看不下去了，好生劝他：想哥，别生气，就一舔狗嘛，不值得，不值得。就是啊，余孽也就那样，哪比得上你身边别的姑娘？要不我给人找回来，你们再好好聊聊。不可能！季想突然动了怒，谁不知道他余孽为了我什么都能做？我就不信他真能忍着以后再也不来找我。走远了，我依旧听清了里面的声音。什么都能做，这句话有点耳熟，让我想起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和季想校区隔得远，每次我为了跟他多待一会儿，都会留到很晚。摆渡车已经没有了，我要绕一段小路才能赶上宿舍关门，路上没有灯，好几次我被摔得手肘都是淤青。有一次季想的朋友看见，问起季想，语气很心疼，他啊，就是为了我什么都能做。可我不傻，我能看出季想神色里有隐隐的得意，我对他的好是他炫耀的资本。也有人常常问我，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季想？我沉默了好久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喜欢了季想太久，连我都有点忘记原因了。我和季想从小在一个胡同长大，可能是因为我没考好，在门外哭，他给我的一块糖；可能是初中，他每天给我带的早餐；也可能是因为高考时我准考证不见了，他冒着迟到的风险也要陪我一起找。后来他跟我表白了，我很高兴很高兴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出国后就变成了另一个人。如今回想，其实从大学起这一切就已经有了预兆，他不喜欢我，喜欢的只是被人追捧的感觉。如果他还想要我回头，那简直是异想天开。我彻底断掉和季想的关系，拉黑了他的所有号码，社交平台的联系也全部清空。没几天，我下班路过市中心，四周突然响起巨大的音乐，中心大厦的剧目开始切换画面，闪过2个名字：季想、许生生。我怔了怔，从路人的反应，很快看出这是一场求婚。季想对许生生的求婚，有点意外。季想身边的女人，就算再爱，新鲜感也不会超过3个月。不过这确实是他一贯的阵仗。广播里在放他的声音：生生，从今以后，为了你，我不会再让任何女人近我的身。我抽了抽嘴角，有点尬。不过这都跟我没什么关系了。没一会儿，秦木生来接我了。我拉开副驾驶的门，他亲过来，靠近给我系上安全带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秦木恒的目光一瞬间和我交错，他有点紧张。没等我发问，我的手机响了，陌生号码接通，是季想。喂，我抬手就要挂掉，他立马出声：余孽，东西你得还给我吧。什么东西？我有点莫名其妙。印象中，季想从没送过我东西。他嗤笑一声：大学的时候，那对情侣戒指，分手后不是放在你那儿吗？我这才想起，那对戒指是他送我唯一的东西。出国时，他让我等他回来，我就一直还留着。我跟余生生要结婚了，那套款式好看，我找人照着打一对婚戒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他把结婚2个字咬得很重，介意谈不上，但真有点犯恶心。我没说话。秦木生把电话拿了过去：季总，一对戒指可犯不上让我老婆露面，我会替她扔掉。大家都很忙，没事别招呼。电话那头有点急，你把电话给余孽。啪！秦木生按掉了电话。回家后，我发现秦木生都不太敢看我的眼睛。吃饭的时候，我按住他的筷子，他抬头看见我又偏开了目光。秦木生，你有事没有？我突然觉得他这个样子有点像犯错的小狗，不自笑了出来。你直说嘛，我怕你生气。生什么气？他不自在地咳了2声。我擅自挂掉了你的电话，我还不想让你见季想。我怔了怔，
跟秦木生结婚以来，我们确实还谈不上特别熟，但挂个电话没什么。至于季想，没关系，我本来就不想见他了。说完这句话，秦木生的眼底隐隐有点红，他哑着嗓子笑了一声：“对不起，可能是我要的太多了，但是我还是想问，余念，你跟我结婚是为了什么？”我想了想说：“因为长得帅。”我伸出手，掰着手指列数：身材不错，做饭好吃，吹头发技术好。看着秦木生怔愣的表情，我勾唇笑了起来。说实话，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对婚姻抱有希望，只是跟季想纠缠久了，就很想要一份稳当的关系。一个人在雪地里走路，实在是太冷了。看见秦木生的第一眼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他大概就是那个可以给我披上外套的人，因为真诚的眼神是演不出来的。后来，我渐渐发现，秦木生好像喜欢我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但是我看向秦木生，实话实说，之前可能说不出为什么，但现在是因为跟你在一起很开心。秦木生，我顿了顿，一字一句认真道：跟你结婚可能是我做过最正确的选择了。我向来不怵于喜欢一个人，和季想的感情里我输得一败涂地，可我依然觉得每一份真心都值得1比1兑换。睡前我翻着手机，发现季想买了不少婚礼预告的新闻头条，看时间他们是要明天领证。版面上许生生挽着他的手，两人在热吻，一个没注意，有人把新闻转了几条给我，定睛一看是以前加过的季想的兄弟，然后又一个撤回，不好意思，发错了。印象中这个人不是那么冷淡的性格。手机对面大概率是季想，无聊的把戏，我懒得理。秦木生从浴室出来，我抬起头，瞬间瞪大了眼睛。罕见的，他只围了条浴巾，宽肩窄腰，鲨鱼肌线条格外好看。我看呆了，他耳尖有一点红。其实我也不止吹头发技术好，我有点忘了自己是怎么到床上的。我闭着眼默念：合法夫妻，合法夫妻。下一声散在了秦木生带着笑的沉腰中，欲望到顶。卧室里仿佛蒸出水汽，床头的手机一直在响，又是陌生号码。我已经没有力气。秦木生抓起手机摁了接听，季想的声音有点疲惫：余念，你真有种，这次算你赢了行吗？这样吧，明天你来找我，我就不跟许生生在一起了，我也不介意你二婚。秦木生看了看我，他睡了。CMD 怎么又是你？秦木生，你把电话给余念。秦木生轻嗤：不好意思，他累太过了。那边愣了2秒，像在反应什么，而后季想突然抱起了：秦木生，你这是乘人之危，你 TM 算什么东西？我不信余念会喜欢你。我有点烦了，夺过手机，滋了一声：别烦。很意外，嗓子哑得差点没说出声。趁那边犯懵，我按掉了电话。另一头，季想家，他举着手机的手迟迟没有放下。想哥，你还需要用我们的手机吗？哎，想哥，我是真心把你当朋友，才说句难听的，你要喜欢人家就去追，别次次玩人家把人当筹码使，这论哪个姑娘也受不了啊。不过我就搞不懂了，余念死心塌地喜欢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为啥早不求晚不求，非等到他结婚了求他回来？季想目光颤动着，手有些无力地落下来。他抬眼直勾勾看着刚刚说话的人。那我主动去找他，他会跟我在一起吗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但论事实，你得先去。季想坐在沙发上，一根又一根抽了一地的烟，直到早上天色大亮了，他才站起来，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身体。他掏出手机，又想打个电话给余念。他总是习惯这样，只要打个电话，余念就会来找他。但他想了想，又放下了。下停车场开车，一路疾驰到了秦木生家。临下车，他想起自己没刮胡子，又赶紧找了个理发店，收拾了一下，才去敲门。可好半天没人开，最后开的是他们家的保姆。季想顿了顿清嗓：我来找余念，你告诉他我决定了，以后不会开他的玩笑，我们好好在一起啊。夫人，他走了。他突然觉得有些心慌，去哪儿了？哦，一早的飞机跟秦先生度蜜月去了。我跟秦木生正在一个海岛上，我请了年假，2周的时间，秦木生订了好几个旅游地。我戴着墨镜晒太阳，心情大好。这种一点烦心事都没有的日子，实在是难得。倒是秦木生，手机一直叮叮咚咚响，嘴角也一直没下来过。我凑到他面前，笑啥呢？他伸手揉了揉我的脑袋，夸我墨镜很漂亮。那当然了，我眯眼笑。在秦木生这里，我不用刻意迎好，他会提前做旅游攻略，我也会给他买跟我配套的衣服。我才发现，恋爱是这么轻松愉快的事情。一连几天旅游都很顺利，只是行程偶尔会变。秦木生看着手机，告诉我航班提前了几个小时，或者旅游地点突然变一下顺序，我基本不操心，也没有任何意见，只是隐隐有一种谁在跟着我们的感觉。最后一站结束后回国，上飞机前，我仿佛看见一个急促的身影，但没看清，他已经被拦在了登机口。外面有东西吗？秦木生问。我摇摇头，可能看错了。回国后休息了一天，跟朋友闲聊，他告诉我季想和许生生的订婚不了了之了。这个信息点我在脑子里扒了半天，才想起他们原定的结婚好像是我和秦木生蜜月的第一天。
许生生也是千金小姐，最近都气疯了，主要是找季想人都找不到。我问，那季想去哪儿了？余孽，突然有人喊我，我转过头，咖啡店门口，季想站在那儿，气喘吁吁，他抓住我的手，余孽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很莫名其妙，咖啡店人来人往的目光投过来，都带着一丝惊疑。仔细一看，季想的样子实在算不上体面，他头发乱乱的，显然很久没有精心打理过，脸上的疲惫怎么也掩不住。我隆起眉心，你有事吗？我话一出，他眼下立马红了。余念，这些天我看见你的 IP 在哪里，我就追过去，可是你为什么一直要躲我？我只是想跟你好好聊聊，躲他。我想了想前因后果，明白了，要是旅游的时候碰见季翔，确实是糟心，现在也挺糟心。我站起来，季翔，我没想躲你，但确实我也不想见你。认识那么多年，我们有什么聊的必要吗？我带上包推开门就走，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季翔还是拽住我，余念，可你真的喜欢秦木生吗？你了解他吗？你以为他就能比我好到哪儿去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他跟你结婚之前早就有1个多年的白月光了。秦木生有1个多年的白月光。我顿了顿，季想看我迟疑，急不可耐接话，你跟他还不如跟我，至少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了，我们也在一起过，你总更了解我吧。我转过身看着他，忍不住讥笑出声，季想，你觉得我了解你什么？我了解你换女朋友比换衣服快，了解你谎话成篇，了解你把我当成筹码10几年。季想整个冻住，想说话，张口却什么也没说出来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辩解。我有点累了，他的真心不值钱，可我到底真心实意喜欢过他那么多年，知道他烂，没想到都烂成了这样。松手，聊也聊了，就到这儿吧。他没松，反而力道一冲。余念，我后悔了，我后悔了，行吗？季想哽咽着，睫毛也在发颤。自从看到你的婚礼请柬，我就慌了，我是真心想让你跟我走。后来看到你跟秦木生站在一起，我嫉妒的都快疯了。我想尽办法证明，其实你还喜欢我，可我不会表达，我只会气你。我好害怕，我害怕我真的把你弄丢了。我沉默看着这一切，只觉得荒谬无比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抬起鞋跟，猛地踩在季想的脚上，趁他吃力的一瞬，我抽出手，甩了甩手腕。你恶心谁呢？跟我说这些，你是以为自己很深情，还是觉得我会原谅你？我是不是都不配跟你讲原谅这个词？毕竟留学回来后，你再也不缺女人。对比之下，我这个前任实在不值一提。在你心里，我或许根本算不得是个人，只配当你一辈子备胎。季想连声否认，不，我不是这样想的，我只是没意识到我还爱你。我嗤笑，那你慢慢意识去吧。说这么多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这种人我看一眼都嫌恶心。至于你怎么想，跟我没半点关系。我转身离开，身后季想还在喊我的名字，声音颤得不成样。余念，可你明明说过你会等我娶你的。我头也没回，只是复述了一句话。季想，年轻的时候谁没做过傻事？你不会自大到以此要挟我吧？一阵风吹过，我再也没听见声音。走到转角，我看见一辆车在等我，秦木生坐在驾驶位，有些失神，目光相对，他慌乱吸了烟。不用解释，我知道他听见了刚刚的话。至于他的过去，那不是我应该了解的。对于我，秦木生已经做得够好了。而到家我才发现，今天有秦木生的朋友来，相比上次的气氛，这次像是真正的朋友。其中一个格外的眼熟，嫂子好。他朝我打招呼，我晃了下，认出来是结婚当天第一个为我出面解围的，大概也是那个赌局给我打电话的。这一切有点太巧。趁秦木生下楼倒垃圾的功夫，我问他，你跟秦木生认识多久了？大学就认识了？他没跟你讲吗？我愣了愣，没讲。讲什么？对面的人显然也有些吃惊。他一拍桌，不是，知道秦木生能藏事，没想到他这么能藏事。都结婚了，他还别扭什么？他告诉我，秦木生跟我一个大学，甚至那次季想跟我表白的真心话大冒险中，秦木生也在场。你不知道，他都可委屈了。一个劲抓着我问，凭什么后来者居上？明明是他先认识你的，我认识秦木生，仔细想想没印象，真不记得啊，嫂子。秦木生是你高3的家教老师啊！我彻底愣住了，他叫秦木生，他不是叫秦木吗？回想起来，那人又高又帅，导致我一直没敢仔细看他脸。嗨，他怕自己喜欢未成年被你当成变态，估计随便编了个名字吧。那时候我只知道他是大1学生，有空就跟我推荐他的学校，导致我一直以为他有什么野鸡大学的招聘任务。后来报考时才发现是著名的经济学高校，正好符合我和季想的分数线。但确实没几个人知道我跟季想是青梅竹马，实在没想到那个时候我就和秦木生见过面。聊到这儿，秦木生上来了，我俩都识趣的绕开话题。晚上洗完澡，他进房间的时候默不作声凑过来，眼尾耷拉着。那个，我觉得我还能解释一下。我忍着笑蹭蹭他的脸，不用解释。2分钟后，秦木生据理力争，我真不是喜欢未成年的变态，也就差1岁吧。你不知道你当时喊哥哥多可爱。秦木生偏过头去，耳尖又红了。一切阴差阳错，命运给我的好像比我苦心追求的要好得多。后来我很多天没看见过季想，他老老实实不可能的，我知道。
大概率是秦木生帮我拦住了他。有一次我跟朋友聚餐，他很有兴致地跟我讲八卦，季想最近被打了一顿，在医院呢，你知不知道？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，我也挺好奇的。季想留学回来后，积累了不少资源和人脉，光是靠投资就攒了挺多资本，居然有人敢打他。就是那个许生生呀，大小姐咽不下这口气，我晃了晃酒杯，了然了。季想身边的那些女人，我都没怎么接触过，任何一个在他眼里都不过是玩玩，和我没什么差别。许生生是他难得认真追的一个，也是背景最后的一个。许家大小姐当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，但不想他打了季想还没出气，又来找了我。他穿着一身名贵，趁我下班挡住了我，摘下墨镜扫我两眼，很不屑地笑了。就你让季想逃了我的订婚去国外追，他还真没眼光。我绕过他说笑了，我跟季想任何关系都没有，但他很快钳住我，我管你跟他有没有关系，季想在乎你，我就是想让他心里也痛一痛。他一挥手，2个5大3粗的保镖围上来打，我心里一惊，转身就跑，不出所料被人按住，可预料中的拳头却并没有砸到身上。睁开眼，我看见秦木生扣住了许生生，他尖叫一声：“你敢碰我！”秦木生冷笑道：“呵，在男人那吃了瘪过来为难女人，我还真没见过你这么窝囊的。我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怎么轮不到？松开余念，要不然我们就僵持到警察过来。我和秦木生一起从警察局出来，没看出你还玩诈的，说放他们走，放到了警局。”秦木生仔细查看我手腕的淤青，很认真说：“下次碰到他小心一点，也不一定下次在什么时候。”我从看见许生生的第一秒就录了音，他有权有势，能很轻易让那2个保镖帮他定罪，但现在唆使罪确凿，怎么也要先拘留2个月。没走出多远，我和秦木生碰到了季想，他手背上像是刚扯掉针管，还在流血，很着急地朝我冲过来。念念，我才听说许生生带着人来打你了，你没事吧？秦木生打量他一眼，嗤笑：“你又来晚了。”季想脸色很黑，拳头捏得发颤。秦木生，你得意什么？你跟余念在一起的时候，还没我们1/10多。我一定会跟他证明，我比你更值。哦，那我拭目以待。秦木生拉着我冷冷撞过了他。而当天晚上，我收到季想兄弟发给我的视频电话，那个姐，想哥一定要我给你看，你先别挂哈，拜托了。视频里面，季想在一条河边，大冬天，冷风刺骨。他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衣服，他朝着手机喊：“念念，这是以前我拿你打的赌，输的人跳湖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我把这些赌注都还给你。”有人在劝想哥，当初咱们是大夏天打的赌啊，冬天湖水太冷了，不行啊。话音刚落，季想已经毅然决然跳了下去，我看到这里就挂掉了，内心生不起一丝波澜，只觉得可笑。他要跟我证明他内心的愧疚，可那些过去我早就不在乎了。后来听说季想跳进去后腿抽筋，差点淹死。好不容易救了上来，他进医院输液，又不顾劝阻的喝了一瓶又一瓶酒，不断念叨：“这都是我欠念念的，我喝完了，他就会原谅我了。”别人劝都劝不住，最后他药物中毒，进了抢救室，人救回来也只剩一口气了。冬天快结束时，我接到了季想的最后一通电话。在我印象中，他好像神经紊乱，有点不太清醒了。但那天他说话还挺清楚。余念，是余念吗？我叹口气，季想，你换的手机号也太多了。半晌，那边苦涩的笑了笑，也说不出话来，就这么干涩的沉默着。在我准备挂掉时，他突然说：“余念，医生说我得了癌症，活不了多久了。”我嗯了一声，那你珍惜时间吧。下一秒，他哽咽着在电话里哭了出来。季想这样傲气的人，我想不出什么事情会让他流泪。他问我：“余念，你说，要是我当初没出国，我们是不是就已经结婚了？”我摇头，笃定道：“不是。”直到现在，季想还在为自己的不堪找理由。但诱惑从来不是原因，人才是。季想一直哭，哭到上不来气，可能是哭他时日无多吧。我这样想着，默默按掉了电话。外面秦木生踩着雪进来，手里拧着一大袋食材，笑着问：“煮火锅吗？得是冬天最后一次吃了。”他递到我面前，糯、贡菜、肥牛、黄喉，全都是我爱吃的。我不自觉漾起笑，朝他扑过去，鼻息里满是大衣暖烘烘的味道，真好，春天就要来了。